好，那終於拿到這個就是今年最新的這個 iPhone Air 啦。那今天就要來深入的開箱這個 iPhone Air 啊，實際上手看一下它的感覺是怎樣。那今天這部影片算是一個第一時間的上手體驗。那我會跟這個三星的 S25 Edge 做一個初步的對比，之後呢，我也會再仔細拍一個實際使用這款手機幾天之後的實際使用心得啊。那這次它就單純只叫做 iPhone Air， 它不叫做 iPhone 17 Air， 就不知道它這樣是明年還要不要更新？因為如果明年也更新的話，不是很尷尬，就是 iPhone 18配上 iPhone Air 2， 或者是怎樣，我就覺得超亂的。還是明年的 iPhone 都要叫做 iPhone 27之類的。然後這款手機是真的很薄，它實際的厚度只有 5.64mm， 那跟這個三星的这個 S25 Edge 來比的話呢，就稍微再薄一點，而且它有點取巧，是因為它這個邊框它是使用那種圓潤設計的，看到沒有？它這邊是有個弧度的，然後它整個看起來就會再更薄一些。那整個來跟 S25 Edge 相比的話呢，因為 S25 Edge 是直上直下，所以整個看起来會再稍微厚一點，但其實很細微啦。如果你不是這樣直接這麼認真的对比的話，是看不太出來。S25 Edge 的厚度是 5.8mm， 然後再我们來量一下它的重量的部分，因為這個輕薄手感嘛，其實薄大家都已經薄到一定極限的時候，它的邊際效應是不多的。但是如果你是重量上來講，就會差比較多一點。然後這邊的話，先上這個 iPhone 好了，先上 iPhone 的重量，看一下。iPhone 哇，這麼精準，165克，跟官方的數據是完全一樣的。然後再來上一下 S25 Edge 的，25 Edge 的話是162克，那這個的話就是比 iPhone 再輕了3克，它比官方數據還輕1克，蠻奇妙。然後 iPhone Air 的話，它電池容量是3149毫安時，那 S25 Edge 的話則是3900毫安時啊。而且我覺得很奇妙的是呢，這次的 iPhone 17系列其他的充電速度都是有提升，但不知道為什麼這個 Air 的部分，它明明電池又比較小，但它的充電速度還是比較慢，就是維持着30分鐘50% 的那個速度。現在都已經提升到20分鐘50% 了，而且是使用一般的 PD 快充的充電頭就可以這樣。然後這一次我買的這款顏色呢是這個金色的，我覺得整體來講算是蠻淡雅的。它這次總共推出了藍色、金色、白色和黑色。然後我們這個 Air 的系列呢，除了黑色以外呢，整個的背板軸都是這種淡淡的感覺。其實如果你只看背面的話，它就是一個非常淡金色，但我覺得它的側邊是做的比較好的部分。那你可以看到它是有點沾指紋，但如果它是沒有指紋的情況下呢，可以看到其實是做的很漂亮，它會有一種淡淡的金色的感覺。那如果你選的是藍色，就是藍色的感覺。我覺得這整個手機的質感還是有的，就整體來講還是蠻美的這樣。那我個人是覺得這次的蘋果的政策應該就是這個 Air 就是主要來做顏值擔當的，就是它是來做漂亮做美的，然後 Pro 就是完全走的極致散熱和極致效能這樣子。然後這次的 Air 有個很不錯的一點是，它這次的邊框呢是使用鈦金屬的，因為它這次怕它的那個結構強度不夠，所以它還是使用鈦金屬的。即使是17系列其他的 Pro 系列都已經換成了鋁合金去加強散熱，但是它這次還是唯一的一個有使用鈦金屬。而且我覺得它邊框是做的真的是蠻漂亮，但是就是走是這種圓弧的設計，所以其實手感上來講還算蠻 OK 的。熒幕上的話呢，一樣是走全平面的部分，所以貼保護貼應該也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在進入下個環節之前呢，要先來歡迎今天的贊助商 Taurus 圖拉斯啊，他們可是發明了 O 型磁吸支架手機殼的原創品牌啊。那首先第一款手机殼就是這個 O-Stand Spin， 具備獨家的4象限支架設計啊，直着放、橫着放或者倒着放都可以，而且超級穩固。那支架收起來時呢，是完全貼合手機殼，可以搭配其他磁吸配件使用。但邊框內側有氣囊設計，相機按鍵全包覆，熒幕和鏡頭都有加高保護啊。那有通過3公尺的防酸測試。那背面的磁鐵是 18N 的超強磁力，讓你一個手機殼就可以具備無線充電、磁吸、手機支架和指環4種功能啊。那第二款是 O-Stand R， 這款其實就是過去 Taurus 熱銷款是 O-Stand Pro 啊，但是在今年正式改名為 O-Stand R， 支架再升級啊，支撐力更強了，支援0到170度開合啊，那手機可以呈現将近90度的直立狀態。這是 O 型環的轉動手感更加滑順，大大減少了卡頓的問題，而且還額外附贈了2套撞色按鍵可以更換啊，讓你的手機殼更具備個人風格啊。那第三款則是 O-Stand Slim， 專門為了 iPhone Air 打造的輕薄手機殼啊，兩側採取鏤空設計，即使做到極致輕薄呢，還是有磁吸支架可以使用啊。那支架有特別做的更輕薄，讓你收折起來時呢，幾乎不會影響手機手感。那重點是價格只要890元啊，超級親民的。那第4款要介紹的這個 Flex Line 67瓦伸縮線充電器啊，第一次看到自帶伸縮線的
的充電架，一拉就升，一放就收，超好整理。那充電線的長達100公分啊，插腳可以折疊收納。規格上支援 PD 3.0 快充和多種快充協議，那最高支援67瓦快充啊，還有第2個 Type C 孔位可以觸發 iPhone 17的快充啊，20分鐘可以充電50% 啊，真的是很猛。充電器採取了氮化鎵技術，內部還用上了石墨烯材質搭配 VC 均熱板，超級誇張，還具備過充、過流、過壓等多種保護啊，安全性十足。那最後一款是 Ostem 氣兔10000毫安時磁吸行動電源啊，正版的氣兔認證啊，那支援15瓦的無線充電和20瓦的有線快充啊，雙裝置同時充電完全沒有問題啊。那充電時呢，不會超出手機底部，也不會擋住手機鏡頭啊。而且最扯的是呢，還具備了 O 型旋轉支架，真的很好用。那可以帶上飛機，也有通過 BSMI 等安全認證啊。重點是超高 CP 值，只要2290元啊。那這5款 Taurus 產品是真的很不錯，很推薦搭配你剛買的 iPhone 一起使用啊。有興趣趕快去資訊欄看看吧，買到賺到。然後這款 Air 有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它的揚聲器是單個揚聲器，它只有上面這個揚聲器，底部的这個孔位呢是這個，哇，這真的很多指紋欸。底部這個孔位是這個麥克風的孔位，所以它其實並不是揚聲器的部分。然後你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就會很明顯的發現它的這個 USB Type C 是沒有置充的，就是比較尷尬。不過因為這點主要是因為手機做輕薄之後，其實是比較難置充。你看像是 S25 Edge 也是一樣，就是沒有辦法，這可能就是一個目前技術上比較難克服的東西。但比較令人尷尬的是，它這個 USB 呢是走的是 USB 2，所以傳輸速度來講是比較慢一點。但不過這個 Air 蠻厲害的，就是它這個相機控制按鈕也都有做保留，而且它這個位置一樣，就是那個懷胎好漢的位置。但它好像有做的稍微再更窄了一點，是嗎？你看整個感覺是這樣。我看一下 Pro 的相機控制按鈕跟 Air 的比的話，確實 Air 的似乎是有在做的更窄了一點。它連側邊這個動作按鈕也都有做保留，所以它其實側邊並不是說真的非常簡潔。像右邊就有這個是電源，這個是相機控制。哇，這指紋真的是很驚欸，這讓我想到之前那個 Pro 系列的那個指紋，就是側邊邊框真的是一大堆的指紋啊。然後再來看一下背面的部分，它這次使用就是這個單鏡頭的配置，哇，都2025年還有手機只有單鏡頭，真的很猛。但這邊的話，我還是要嘴一下他們的官網寫的數字，他們官網是寫說4顆鏡頭，我就很好奇，很想知道到底是哪4顆，因為它實際上只有1顆。那如果你要把2倍的無損邊膠放進去，算2顆好，那加上那個前螢幕3顆，這樣第4顆是哪裡？到底是哪裡有4顆鏡頭？然後這次 Air 一樣是支援這個主鏡頭是世界半環像素，不過有一點要特別留意的是呢，它跟那個 Pro 的這個主鏡頭其實是不是同顆 ？Pro 的感光元件和光圈都會比它好一點，所以這個是完全不同的。相較於這個三星的 S25 Edge 來講呢，S25 Edge 的主鏡頭，它雖然說它的結構有重新設計過，但至少裡面的感光元件跟 S25 Ultra 是一樣，那像素也是2.1像素，所以這基本上就是旗艦等級的主鏡頭啦。但是這個 Air 的話呢，就是它是稍微有點閹割版本，雖然說他們都沒有特別提到這件事情。然後再來就是你可以看到說它這個外面的這個設計，你可以發現說這邊有沒有看到它這個弧度的這個 R 角是有點不太一樣的，就是你可以看到說它這邊這個 R 角是跟那個鏡頭外框是不太一樣，它這邊比較窄，然後到這邊就比較寬，然後在這邊又比較窄，所以就整個看起来是，雖然說這款手機還是蠻美的啦，但是這邊如果你仔細細看，就覺得它好像做的有點奇妙，不是這麼的對稱，這麼的整潔這樣。好，那我們就來開機吧，看一下它這個熒幕的狀況是怎樣。Apple， 哇，這是今年的第2支蘋果，這個 Air 系列的，哇，我真的是還是很好奇，明年他們到底要叫什麼？還是這個東西不是每一年都會更新的產品線？因為這個手機應該主要就是取代了 Plus 系列。那如果你明年不更新，那就沒有大款手機，但不是 Pro Max 的選擇。哦，進來了。它一樣是這種透明的 Hello 的設計，然後它這次的熒幕呢，它一樣是走的是這個6.5寸的熒幕。那比較好的是呢，它 ProMotion 有給，然後 Always On Display 也有給，就是它可以顯示那個永遠顯示的部分，这個是不錯的。好，那我就來設定一下，然後我們等等待會見。然後有點剛剛我忘記提到，就是這次的 Air 因為為了極致輕薄，它把那個信卡卡槽拿掉，應該是為了在裡面塞更多的電池啦。主要是只支援 eSIM， 這個真的是使用前一定要知道，特別是台灣的 eSIM 政策是真的是很不友善，就是你更換手機的話 ，eSIM 每次電信商都會送你300元的手續費吧。雖然說第一次有的是免費啊，但是就是這樣。好，然後就跟大家說，它這個還是會有這個相機控制的教學，動作按鈕也有，所以就是蠻旗艦的享受，就是該有的它都沒有砍掉這樣。
就是砍了實體 SIM 卡，這樣就設定完啦，就進入到這個歡迎使用。其實說實話，我是覺得這一次的這個歡迎界面不是很好看，就特別是這個圓弧，你這樣我放在桌上的時候，我還以為我的熒幕裂開了，嚇了我一跳這樣子。然後呢，它這次的話並不是上滑，它是改成按這個按鈕，就真的是比較特別一點啦。它這次的解鎖方式依舊是使用這個 Face ID， 然後還有這個動態島的部分，就是可以這樣。戳這個島還會變大，就是一個紓壓小工具這樣。那我個人是覺得，如果還有指紋解鎖，其實也是蠻不錯，特別是在這個位置，把這個相機控制拔掉，改成指紋解鎖，不是很好嗎？然後，如果你是很在意指紋的人的話呢，你可以看一下这個，就是我簡單的這樣握了一下就變這樣。所以你的側邊邊框雖然說做的很美，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樣肥宅手的話呢，很快的就是會布滿指紋啊，就是比較難過一點。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相機的部分啦，因為它這個相機呢是有一顆鏡頭啊，然後你看打開的話就會顯示的是1倍和2倍。那如果我把它全力放大的話，最多的望遠距離是10倍，而且它走的是这个數位變焦的方案。我拍這樣，這個就是10倍的部分，但是它有開啟原框，我真的很討厭原框，它不能把原框就是預設就一直都是關閉的嘛，所以它是1倍就是這樣。那我來近拍一下它的感覺，那這個感覺1倍是這樣。然後2倍是這樣，它就沒辦法做超廣角，所以如果你要比較廣的構圖就沒有辦法。然後比較令人難過的是，它的最短對焦距離其實也是蠻遠，你看這麼遠到這裡，它沒辦法做微距拍攝，所以你只能用這個2倍去縮放。但是其實2倍它是可以對到這裡啦，但是就是覺得好像不是這麼的近。2倍最近的距離是到這，所以整個感覺會看起來會像是這樣子，那就是比較讓人難過一點。再來看一下它的錄影的最遠對焦距離是到哪？錄影的話是到6倍這樣，那最高也是支援了 4K 60這樣，它就沒有給你 4K 120的選擇啦。這個就真的是比較難過一點。這個一顆鏡頭是真的比較痛苦，因為像是你看 S25 Edge 就是2顆鏡頭，它至少給大家有超廣角，因為超廣角其實是數位變焦變不出來的，它的那個視角感覺是張力是比較大的，那這個真的是需要硬體上去支援，所以那時候我在開箱這 S25 Edge 的時候才說，哇，也要超廣角真佛心啊，那就還被人家嗆。現在有沒有看到蘋果是單鏡頭，你就知道為什麼會說真佛心了吧？然後接着我們就來看一下這款手機的規格，它這款手機的處理器一樣是給到 A19 Pro， 就是感覺是最旗艦的處理器，但是它依舊是稍微有點閹割的版本，它是6顆 CPU 加上5顆 GPU 啊，那如果你是真正 Pro 系列的話是6顆 CPU 加6顆 GPU， 所以就還是少了1核心的 GPU， 就稍微有閹割一點。然後機體的部分的話是12GB，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它這次有一個叫做 N1 的晶片，那還有一個是 C1X 的晶片。那 N1 主要就是負責一些近距離的傳輸，像是 WiFi 7啊、藍牙6及 Thread。那 C1X 的話則是主要負責是4G 和5G 的行動數據。那特別是這個 C1X 在官網上特別宣稱說，新的這個晶片是可以達到更省電的效果。那之後可能我在實際使用時會看一下說它的穩定度啊，然後整個體驗一下它的續航的部分。然後再來呢，規格上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這款像我剛剛講過，這款只支援 eSIM only， 哇，真的是比較硬一點。你如果真的是很常換手機的人的話呢，就要好好的思考這一點，因為你換一次在台灣是要300塊、300塊這樣扣，就會真的是比較麻煩。然後再來就是定價的部分，這款手機的定價起售價是36,900元，那這個價格是蠻高的，說實話。那它主要目的應該是想要取代 Plus 啦，但是從目前這次的銷量上來看，我記得像我前天來看的話，都還有現貨。那買的話，應該隔天就可以拿到，或者是隔2天就可以拿到，其實比較可惜一點。不過這個就是有點炫富的性質在啦，36,900元買一個單鏡頭。但你知道什麼東西更炫富嗎？就是搭配這個的行動電源，它有專門出了一款 Air 的專用行動電源啊，那款行動電源是3000多塊哦，真的是很驚啊！所以那款行動電源是更炫富啊。好了，差不多就是今天的這個快速上手啦。我個人覺得它要取代 Plus 是有一定的難度，但我猜這應該也是蘋果的政策啦，它故意製造一些痛點，像是你看它只有單揚聲器，然後單鏡頭，然後 eSIM only。所以如果你是原本想買 Plus 的人，如果想要這個大的熒幕的話呢，它就會把你推到 Pro Max 去，就是有點像是升級陷阱的那種感覺，它故意的，就是讓你這樣一步一步的升上去，就會覺得反正再加點錢就 Pro Max 了嘛，這樣。那之後我也會實際使用這款手機一陣子。那如果你有什麼想問的都可以底下留言，或者是有什麼想要幫我補充，我哪邊說錯的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那最後再次感謝今天的贊助商 Torres 圖拉斯。如果你需要替你的 iPhone 找到全新的配件或手機殼的話呢，可以參考今天的產品，都是很不錯的。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啦，悄悄，拜拜。